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Hadoki。没错，这集居然是100天的极限生存挑战，主题为陶土大陆，是只有枯灌木的荒凉地形。而我呢，要在这里盖出一整个充满西部风情的聚落，将会有生存小屋、酒馆、农场、矿场等建筑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第一天，先来挖木头，做个工作台、木斧跟木镐，然后找个看起来安全的洞穴，挖个石头跟一点煤炭升级工具。做好石斧跟石镐后，我们的任务是往外探险，并取得一些物资，包含相思木、杉木等建材。走到陶土大陆的边际后，我跳下河流，结果马上被沉尸吓了一跳。逃跑后，我继续前进，在河里捕了一点鲑鱼。上岸后采了甘蔗、羊肉炉，遇到一座地狱门遗迹，那就开箱。有黄金轩跟马凯，此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要干嘛。那眼看就要晚上了，还差几个羊毛做床，我只好沿路采集甘蔗、猪排。结果收集羊毛的同时，居然看到远处的村庄，打算直接借住一晚。护工借过，先不要射我。顺利找到床，睡醒之后，我采集了稻草，做了些面包，准备来开箱村民的家。结果马上就拿到6颗钻石跟一把铁剑。收刮完后遇到古力帕，直接轻松解决。接着继续开箱，有树苗。第2箱居然有桉，再来第3、第4箱后，我采集了更多稻草，就准备离开。离开村庄后，我继续收集猪肉，路上看到了铁矿，我决定先做个盾牌下去采集。挖完升级铁镐，继续挖点附近的煤炭跟铜矿。接着我在平原遇到了几匹马，刚好身上有桉，成功驯服后才发现这匹马的速度其实有点慢，但没关系，先继续赶路，目标是寻找更多的树苗。第4天，我穿越了丛林，来到了一座高山，在这里有许多裸矿，挖了一堆铁、煤炭后，真的是安全又快速。结果上马前刚好看到远处有第2座村庄，不过我打算先找齐树苗之后，下次再去。跑了一段路后，终于在远处看到杉木了，先烧个铁做铁斧，就来砍点杉木跟取得树苗，接着就上马准备回城。经过桦木群，收集桦木树苗。路过莽原，挖了一些相思木，继续赶路。回到了丛林后，遇到了2只鹦鹉，刚好身上有种子，成功驯服。之后我回到了陶土大陆，看到了废弃矿坑跟一个毒蜘蛛生怪砖。打掉生怪砖后，好奇的我偷瞄了一下，结果一回头，完蛋，要结束了吗？快被吓死的我，吃完面包回血后就直接上马绕跑。逃离后，我在出生点附近找了块视野良好的高地，先临时挖个小洞，把马圈起来，再做个箱子，把战利品放一放。稍微整理后，先将主要建材杉木种一种，再做点铁桩、头盔、盔甲，还有裤子，提高一点防御力。第8天，我重新出发，前往第2座村庄，收集更多物资。来到丛林，发现一座神庙遗迹，沿着楼梯下去后，开了个箱子，打掉陷阱，开第2箱。但都只有一堆骨头。出来后，我穿越竹林，爬到石头山，继续挖点铁矿、煤炭，还有绿宝石。到了第9天，发现第2座村庄在一座小岛上。我先把马安置好，跳下山，准备进入村庄。看到了成堆的稻草，还是忍不住收集了一下。结果收刮的第1个箱子就被我开出2个桉，看来是打算让我找机会换一匹快马。结果村庄没什么东西，只好拿了钟就准备回去。跳下悬崖后，进入水中，顺便挖了一点粘土，准备牵马继续探索。路上还遇到了狗狗，刚好有在神庙里拿到的骨头，成功的驯服了2只。第12天持续探索后，我来到黑橡木森林，收集了一些木材，也挖了一点旁边的蘑菇。回程时，我想到可以顺路前往之前的莽原，找看看一匹快马。跑了一大段路后，成功驯服，装上鞍，发现结果一样慢是怎样，只好关起来先回家。回到家后，我打算先把泥土延伸到高地，让草地慢慢长过去。接着耕田种小麦，再放点火把后，被古力帕炸了一下。接着继续种竹子，放水跟沙子后种了4区甘蔗，方便之后来做书本。第16天，重新做了3把铁制工具，烤了点牛排后，准备出发探险对面的矿坑。结果一看地形，直接略过。旁边再找了个洞穴，但到了尽头也是深不见底。晃了很久之后，才终于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洞穴入口。先挖个钟乳石，就开始插火把探索。目标是找到钻石，
解决了僵尸跟副工。果然这游戏一个人玩起来还是有点可怕。突然我发现一个夹缝，顺着夹缝我来到了深处，挖点金矿后继续探索。走着走着，居然被我走到深渊地形，还白目的挖了几下。平常只玩创造的我，光听那音效就直接让我回头。远离后，我继续当个矿工，挖铁矿。接着发现一个地底的超大峡谷，打算挖个阶梯一路往下。挖到一半时，听到哭工的声音，切了视角才发现有多近。没想到顺利解决，进到峡谷后，马上发现第一颗钻石。开挖！好哦，这游戏被下完后继续探索，结果越探越深，又接近到深渊地形，还直接中了黑暗效果，直接回头跑100米才解除危机。身为极限生存新手的我真的快被吓死，决定到此为止，直接往上挖回家。结果在挖的途中，我还很幸运的挖到生怪房，挖开发现是僵尸生怪砖，开箱后拿了唱片，打了僵尸居然掉了胡萝卜，简直收获满满。接着我继续前进，挖了点泥土后，终于看到天空和远处的废矿。这时我想说再看一下附近的地形，结果火把一插，差点跟火把一起下去。挖点金矿后，我稍微探险了一下废矿，开了一个箱子，有附魔书、钻石和荧光莓果。东西拿完后，我顺利回到陶土大陆。转眼就来到了第20天，回到高地后，我先整理满满的矿物，多做个熔炉烧点铁，就来整理农作物、竹子、小麦跟一点甘蔗。也发现草地顺利的往高地延伸，接着再砍点木头，扩大泥土范围来种满相思木树苗。第21天，因为是第一次玩极限生存，我想先升级钻石装备来提高保护，接着就开始来准备第一栋建筑的建材。先砍倒2棵巨型杉木后，再取得剥皮杉木，挖点红色陶土和剥皮相思木。经过2天努力，我们终于收集好建筑的材料了。先将物资移开后，整理地形，就来盖西部聚落的第一栋建筑。外观由杉木跟就地取材的黄色、红色陶土构成，2层楼的房屋搭配一旁的小仓库。再来盖点内装，一面简单的厨房，往2楼的楼梯跟下方书桌，2楼再放上2张床跟墙面装饰，就来盖仓库。地面材质先换上杉木，再放点储物箱就完成啦。当然这只是第一栋，接着还有酒馆、农场等精彩建筑。没想到建筑完成后，一开门迎接我的是掠夺者。盾牌快坏掉的我只好退到仓库一个一个解决。回到2楼睡觉后，迎接第26天。起床把相思木收集一遍后，放水跟沙子扩大了甘蔗群。种回树苗后，我打算往右侧探索寻找动物。没想到出门没多久就看到流浪商人，原本想把羊驼运回家，结果才刚到就消失了。回头再看第2只，直接满脸问号。经过一阵神奇操作的我，拿了2个拴绳，才想说我的马怎么不见了？这是怎样？好一个悬崖勒马。OK， 回到计划，继续前往西边探索，寻找牛羊。来到平原后，先剪个羊毛，拴了2只羊，准备运回家。做个栏杆，简易的圈出范围后，喂个小麦，再圈一处养牛的范围，然后把仙人掌扩增后，出发找牛。回到平原后，我先捞了几桶岩浆，目标是想找到新版本的牛，我觉得可爱很多。一路往返回到家中，把牛圈起来。完成后，我继续回到平原探索，发现有一群野马跟一座平原村庄。还记得我的马跑很慢吗？没错，我要再试一次。驯服后放上马鞍，结果差超多，这匹马有够纯。至于旧马，就先挖个洞关起来了。接着我快速移动到村庄后，把马先拴起来。挖了点床、书柜跟开了一个箱。村庄的物资不多，但至少拿了个马铃薯。接着我骑着快马环绕了陶土大陆周边，发现了苍玉洞窟，挖了一些粘土来做红砖跟盆栽。第36天回到家中后，准备来务农，采集了甘蔗、小麦、红萝卜，再喂养了一些牛羊。突然发现羊没有长毛，是因为没草吃，所以就把泥土继续延伸过来。务农到一半，发现远处生成了掠夺者，先解决1只后，旁边还有4只。原本想说举盾就没事，结果还是被射爆，只好先暂时撤退。不是，等一下！调皮如我还有空切视角，先躲起来吃个牛排，回个血再战。
重整后，我决定往外探索新的洞窟。走着走着，就看到一个大型峡谷。我边挖矿边一路往下，直接左砍僵尸，右切枯工。很帅的砍了3刀后，突然想上厕所，所以先盖安全小屋。吃个牛排，做了盾牌后，继续解决枯工。接着就是边挖怪边打矿。这边古力帕还想炸我，盾牌随便打。OK， 我觉得探索差不多了，我决定先采点花，加点理智后再回家。果然种田才是这游戏的本质。接着我打算继续往洞穴探险。这是干嘛？那边死路，这是要鱼骨了吗？胆小如我，决定山不转路转，挖点金矿后瞬间挖了不少高度。继续重复采集了甘蔗、农作物、仙人掌跟繁殖牛羊。那为了让下矿更快，我做了点楼梯一路往下铺，再挖点花岗岩做建材。重复了几次繁殖，发现远处又生成了掠夺者，而且这次好像在盯着谁。顺利的解决后，才发现原来是在打流浪商人。接着我用牛奶跟稻草换了点绿宝石，再换成了一些目前没有看到的荷叶跟拟木花。第47天，继续下矿采集凝灰岩、青金石跟铁矿。来到了深板岩区后，挖了些钻石跟红石，发现了一个洞窟，于是就边挖矿边打怪到背包满。稍微用火把标示一下入口后，就先折返。为了往附魔迈进，我需要更多的纸跟皮革，所以这期间不断的采集甘蔗跟繁殖牛。接着我决定先做一把钻石镐来提升采矿效率，并回到刚刚的洞穴探险。先把沿路的矿挖一挖后，就持续的边探索边打怪，也成功了遇到更多钻石。终于来到一半的天数了，回到地表后烧点铁矿，继续繁殖牛羊，扩大农田，再来做点书柜，采集甘蔗。种田后就来把建筑室内挖出附魔房间，结果一挖不得了，挖了个超大的洞窟。但没关系，书柜先摆一摆，眼不见为净。这天我发现因为鱼骨挖矿的关系，煤炭越来越少，所以我决定骑马到附近的石头山挖点煤矿跟一些铁矿。挖完矿之后，再到附近的平原捞了几桶岩浆来当燃料。一时搞得太晚，回家时还差点被射了一箭。回到家睡醒之后，烧了点铁。喂完牛，决定先拿点皮革做书柜。那在烧矿的同时，我打算继续回到洞窟探险，并取得黑曜石。接下来就是左砍蜘蛛，右切僵尸，再切枯工的过程。讨伐一番后，挖点钻石、红石跟金矿，也顺利找到岩浆，取得黑曜石。我回到地面后，成功做出附魔台，但因为书柜真的不够，只好把房间内的装饰先拆来用。最后终于凑齐15个书柜。到了第57天，我的第一个附魔终于要来了，结果直接效率4再加上耐久幸运3，超赞！兴奋的我直接回到矿坑，把先前预留的钻石挖一挖，瞬间就26颗，所以就做了鞋子跟钻石斧，也顺利的附魔到效率4。有了钻石斧头后，就来采集更多的建材，准备延伸建筑范围。这期间也持续的采收农作物，点点羊毛跟收集皮革。到了第60天，我发现草地已经延伸到我的农田，也做出最后的6个书柜，把附魔房间完成。第62天，我到了附近采了些黄色跟红色陶土，来当做建筑的外墙配色。再做点杉木材、地板门、栅栏，还有剥皮杉木跟剥皮相思木。合成相思木半砖时，发现居然有球鱼误入家中，超可爱，就决定先不打扰它，继续合成杉木楼梯、拟灰岩楼梯、拟灰岩砖。我继续把泥土范围扩大，希望把聚落范围内都长满草地。接着就合成杉木材、栅栏门、相思木材跟栅栏，材料就差不多啦。第64天，在小屋旁的空间，我打算盖个眺望台，并使用黑橡木搭配杉木盖出风车。接着整理屋前的地形，并顺势延伸出一点平台变化，还有沿路的栏杆跟有着西部聚落氛围的路口。再使用拟灰岩材质盖道路，一路往左延伸。到了第65天，建材被我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继续收集剥皮木材。另外也决定把仙人掌先清除，换上泥土。为了盖出村庄内的酒馆，继续合成萤火、栅栏、木桶、地板门、告示牌、盆栽、浮雕书柜、锻造台、锅釜、铁链等建材。第68天，我出发前往珊瑚群采集海鞘，之后要来当酒杯装饰。
那来都来了，我也挖些铜矿、煤炭还有沙子。接着回到最初的地狱门遗迹，多挖了几颗黑曜石，准备之后来盖地狱门。回到家后，我下矿采集拧灰岩，跟挖了不少钻石，合成了钻石库跟钻石剑。再覆抹了风力山，做了书柜，重新装饰回去。一切就绪后，准备来盖酒馆。来到第70天，先把地形高度整理一下后，就开始逐层往上盖。酒馆的檐廊跟屋顶造型都超符合西部风情。室内再盖吧台上的吊灯、酒桶柜跟酒杯。吧台椅的部分，我想要用盔甲座跟皮革帽子来呈现，但因为皮革的需求太多，所以我决定直接找野生的牛群。途中还开箱了遗迹箱子，还发现奇怪的不是海底的海底遗迹，旁边还有神奇的鹦鹉螺。回程继续找牛群，最后终于做出6顶皮革帽子。接着吧台椅的步骤是先挖掉地板，放上半砖后再放盔甲座，再用活塞把木材推下去，最后再放上皮革帽子，吧台椅就完成啦。这次酒馆的内装成果超满意。接着我继续采集更多组泥土跟树叶，来把聚落内好好整地一番。酒馆后的道路往下延伸，再全部把陶土换成泥土。在采集相似木材时，听到了掠夺者的声音。独自升级的我，拿着风力山的钻石剑，轻松解决，蚁王来了都不怕。我发现草地成功长到屋前，就先把陶土换成泥土，让草地继续延伸，也顺势把一些角落地形整理一番。第81天，陈猎人决定前往地下城打怪升级。一进地狱看到绯红森林，我只想到僵尸猪兽。1级猎人的我决定直接转头挖石英，为了提高活存率，打算一路往前挖，结果还是被岩浆烧到。成功挖到33级后，准备回到主世界，结果不是，你怎么在这？太扯了！如果不是极限生存，我还真的会把你收藏起来。久违的繁殖牛羊后，就来准备农场的建材，合成了杉木半砖、栅栏、相似木材、半砖，再来烧点粘土。为了拿到更多红砖，我做了把钻石铲子，采集更多粘土，挖点花岗岩，合成出红砖。整理了一下农田后，再把农田扩大，方便种更多的马铃薯跟胡萝卜。继续合成木桶、堆肥箱跟更多的红砖。农场的材料就收集完成了。我先用红砖、花岗岩盖了一座谷仓，一旁就是饲料仓跟我们的牛羊牧场。外观一样用黄色、红色陶土装饰。门口我用了大拉门，更有西部仓库的感觉。室内再放点稻草捆、南瓜跟木桶来做装饰。谷仓旁的高地则种满马铃薯，下方再用栅栏围出小麦的范围。建筑旁再规划一点区域来种植红萝卜。最后在2处的麦田间预留聚落入口，这一区就完成了。第88天，先把羊群赶到牧场中，整理地面，把陶土换成泥土，补上几盏吊灯，最后再把牛群引进来繁殖一下。拆除旧栅栏后，更换泥土，再把之前延伸用的草地清除后，让路径延伸过来。延伸到矿坑后，我用杉木材质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入口，再替换一些地板材质。还记得附魔坊后面的超大洞窟吗？这边我打算挖穿山壁，想做个平台俯瞰这壮观的景色，再做一个挑高的入口跟一盏吊灯，一眼望去的感觉超级神秘。接着我拿了几组树叶，采集了枯灌木，就沿着山壁种植了一些树，用植栽来建立聚落的界限，在随处种点枯灌木来点缀。接着再帮土径补上一些粗泥后，决定先合成制图台来做地图，记录这一切。先做罗盘跟4张地图后，骑马跑图，一次完成4张。接着摆上展示框，再放上地图，整个看起来超疗愈。倒数的第4天，让我们来为最后一栋采矿小屋来做准备。挖了大量的泥土，采集更多的剥皮杉木，合成杉木栅栏、地板门、楼梯、控制杆、切石机跟工作台后，就完成材料收集了。建筑的位置规划在农场的右侧。先用陶土整平地形，采矿小屋除了本体建筑外，也有一旁的悬吊平台设计。室内的话，则把地狱门搬了进来，再用杉木建材装饰起来。建筑外侧再将陶土换成泥土，吊挂平台的下方再挖出采矿空间，让整个场景更丰富。
一旁再摆上不同的食材堆叠，地面上我再补了落叶跟萤火虫灌木来装饰。终于到99天了，这天我打算回到一开始的废弃矿坑，带回一些铁轨来装饰采矿小屋。结果路上又生成了掠夺者，只好应战。解决后取得铁轨，回家后在石材跟悬吊平台上放上铁轨，下方再补上一些钟乳石。最后一天就让我爬上鹰架，带大家欣赏一下这100天的成果。接下来把地图更新，正式完成这次的极限生存挑战。最后就让我带你们参观这次的西部聚落。一进到聚落，先看到的是农场跟牛羊牧场，室内放着收割后的麦捆跟牛羊的饲料桶。接着经过两侧的农田跟牧场，就会看到采矿小屋，里面的地狱门又让我想起那只僵尸猪兽。接着来看一旁的悬吊平台，下方的采矿空间我挖完都很怕自己掉下去。参观完后就沿着路径前往下一栋建筑酒馆。酒馆内的吧台跟酒桶柜盖完真的超喜欢。接着就让我们沿着路径往上爬，一上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超大洞穴的入口，从平台看下去超级可怕，用生命在盖的那种。看完就是一旁的瞭望台加风车，这边可以沿着鹰架一路往上爬欣赏风景。最后就是我们的生存小屋，一进屋可以看到开放的书房跟厨房，还有在前面几集驯服的狗跟鹦鹉。上2楼后是卧房，但老实讲没有在这里睡几次，都睡在路边。下楼后来看附魔房间，满满的皮革跟甘蔗，真的收集超久。接着来到仓库，墙面上放了地图，可以看到这次的建筑范围。角落就是一些储物箱，算是小小的储藏空间。那西部聚落的所有建筑都参观完啦。第一次拍极限100天，其实还蛮紧张的。如果你想看到接续的100天或其他的极限生存主题，记得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支持我们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